好，大家好，我是理念同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贵阳花溪燕楼镇，燕楼的这边有一个燕楼营盘，听说是古代，具体是哪个朝代已经记不起，然后也没有人去究竟去做一个探索，然后是以前屯兵的一个遗址，然后有一些作为可以现代作为军事考古的一个地方，我们上去了解一下，参观一下。当年这个营盘是怎么样靠地形还有修建工事来抵抗外侵的？好，我们现在随着我的镜头往上走。好，现在随着我的镜头，然后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军事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构建，然后看一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抵抗外敌入侵。好。好，我们从这下面，然后车就可以停在最下面，因为开不上来了。然后从这条路一直往上走，然后走到这里以后，看到没有？有一段这种泥巴路、土路，我们就去了解、去参观一下古代的这个军事屯堡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去看见一下古代人的智慧构建的这个军事基地。好，这边就是我们走上来的地方，然后看见没有？上面这些青石，这青石都是一层一层的。你看，像我们地上的这些路，这些石块，都是有一些碎小的青石，一层一层的。你看，这都是从上面开采下来铺路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就地取材。然后下面的这些树都长得特别的茂盛。那我们还是这里有两条路，呢，我看上面这边应该是要开路，然后应该还是没有完全修建好。然后这里是应该以前就有的一个石台阶，这石台阶你们看一下，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去把它刨出来。然后看见没有，这些石板都是山上开采下来的石块铺在地面，形成的一个台阶。那我们顺着这个台阶要爬到上面去，因为这个军事城堡是在山顶上，是由当年以前古代的人构建工事修建的一个城墙，还有一个四周的一个围墙，来做一个防御工事用的。哟，我们你看来这里的人也不少，还遇见两位也是来这里肯定爬山的两位朋友，帅哥美女。帅哥美女，你们是来这里爬山的吗？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你们是上去了下来，还是准备上去啊？可以的，那刚好我们有伴了。哎，我也是刚刚来准备上面去看一下。还有一个朋友在下面，然后我主要上面来了。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舒服哈，空气好，又清静。你们来了感受怎么样？特别的舒服，走的这个山路好久没走了，而且这个是没有经过任何那个的，加工那个东西，就是老用那个石头砌成的感觉。哦，这个有点就是当地的这种青石哈。对。哎，你看这石头都是。这也是就地取材。对对对。这个你看这上面这个青苔，好像那个地毯，特别的柔软。我发现好多家里面养绿植的都喜欢把这个铺在植物里面，非常的漂亮。
而且可以做到浇水的时候，那个水不会从植物里面溢出来，往外面流。啊，你看我们应该得一半了没有啊？从这里，在这里休息一下，也可以去呼吸一下这个大自然的空气，这是免费的氧气，非常的舒服啊。好，现在我们开始往上面走吧。好，加油！你看这个台阶，这个台阶真的，这也是需要一块一块的，就把它这样子。你看，以前在没有现在的科技支撑的情况下，就能把它铺成这么平整，而且你看这么多年了，都很坚硬呢，都没有哪里损坏，还有切口。所以说，这个古代人的这个工匠，真的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的。太漂亮了，我觉得就这个台阶，就有点让我想到了通往，就是那个城堡的一个天梯。所以说，你有没有去爬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山？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你的休息是怎么过的？我的休息就是来爬山，拼命的爬山，去呼吸大自然带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你看，加油！它这个路呢，看见没有？是沿着山体 Z 字形的修建，是非常的，这个台阶非常的坚固哈，非常的坚固，走起来不会晃动，非常的踏实。你看，我们已经走到这个石门这个拱门这里了，是不是从这里上去应该就到了呢？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走到这里呢，应该是差不多到顶了。你们可以看这个石门，这个圆弧形的石门顶，真的我不敢想象以前的这些古人的这个智慧，对这种工匠精神，真的是值得学习的一面。哎，你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山顶下的风景。这四周我观察一下，好像只有这一座山独立在这里，然后四周都是比较平的这个农作田物啊、庄稼呀。啊，这两位朋友已经追上来了。行。哎，这位置挺好。走，那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哇，你们看一下这个石墙，这石墙上面的这些绿植，还有青苔，你看。我觉得以前这些石头真的修得太漂亮了，在以前没有这种机械发达的时候，还能修出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进来以后，你看它这里还有一堵墙，从这个大门这个大门进来以后，这里还有一堵墙，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房门，我们看一下是做什么的哈。哟，这个门是做什么用的呢？这里好像是有一个小屋，这个小屋里面，你们觉得这个小屋是做什么用的？会不会是以前堆放杂物的呢？还是养这个就是牲畜的呢？就比如说养猪啊、养牛啊、养鸡啊，我觉得有点像，有点不像哈。你们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适合养什么？这里
这里也有一间，但是没有屋顶了。但是上面你看，上面有屋顶，还有一点像一套别墅，一个洋房的一个构建。那我们继续往后面走，走到这里，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进的这个大门。大门作为当时古代军事城门的第一道门口，因为为什么？你看它的城门四周都有围墙，这个围墙也是这种非常方正厚实的这种青石大石头给它垒建出来的，所以应该这是第一道防线吧。哇，我们走到这里了，这里还有一个休息台，你看，哇，这块石头像一张茶桌，可想象一下，如果夏天在这里约上3、5好友，喝杯茶，谈论一番，别有景致，是不是啊？因为这里还有一棵这个棕树，你看这棕树，这个地方可以坐着喝茶。哎呀，这块石头太舒服了，就是搬不动。我这里也有一张这个茶桌，就是你看四周有4个座位，然后你看那边就是这个地方，这都是城墙的沿着山体而修建的一个围墙工事。这里是有一座房子，这个房子呢，可能留的时间比较老，历史比较久，所以呢，有一部分可能没有人在这上面打理和管理的话，有一点就是塌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整体的一个完整性，看到它这个房子的四周这个基础围墙建筑是非常的坚强坚固，看见没有？屹立不倒，看见没有？所以说肯定是上面的这个瓦片，这个瓦片呢是由于这种石板，这石板比较薄呢，可能随着风雨还有日晒雨淋催化，看见没有？就有点就是风化了。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通过镜头来看的话，这里面之前应该是有人居住过的。那是什么样的人会在上面居住呢？是你会在这里居住吗？你愿意来这里居住吗？让你住在这上面，远离喧嚣，你愿不愿意？这上面，你看，其实这个小房子的四周还是环境比较优美漂亮的嘞。哇，这个房子这里还有一个后门，还有一个水缸，这个是水缸，你看，全部是这种石头，一整块的这种大平板石围建的。哇，这个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特别的漂亮。这个角度，你看，对不对？从这个角度，可能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联想到这个房子以前完整性是什么样子的啦。这种房子夏天肯定做的特别凉快。好，这里我们走上来之后，这后面也发现还有一座小房子。从这个门这里隐隐约约也发现看得到，里面还有一张床，还有一些家具，可能都是以前有人居住过的。那我们从这里走吧，再往上面去看一下。
哇，这里好像已经没有路了，没有路了。你看，已经走到头了，但是这里有一个，也是一个一小个房子。你看这个城墙，这些都是由石头垒建出来的城墙。哇，这个树子长得特别漂亮，这个树子特别茂盛。你看，好，我们从这里爬上去。来，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屋顶的这种瓦片，它不是我们一般现在下面那种房子那种瓦，这个是石板，有的人也叫石板房，看见没有？这个以前的这种房子没有瓦片的时候，没有青瓦，就只有这种石板，去挑这种石板来一层一层的盖在上面，遮风挡雨。你看侧面嘛，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从这里走，这里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站在这里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四周这个围墙。这上面这里加上看到这个房子里，这一间应该是第三间，第三间了。你们看这个房檐，好，你看走到这里也遇见，好像也有朋友上来这里游玩的呢。Hello， 你们好，你们也是上来这里参观这个古代的这个军事屯堡的吗？啊，上这个地方呢，啊，我几年前就已经有来过了。当时住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大叔。哦，那个大叔他是这一个营盘的守护人。他说啊，他当时在这边守护了40多年了。当时呢，我们一进大门上去的那一个学徒房子，就是他住在这个地方的，住在那个地方的房子。现在才过了几年，物是人非了，大叔不知道去哪里了，难道今天开始荒废起来了？也就显得更荒凉、更孤独了。这大哥怎么称呼啊？我姓林，就是这样。哦，你也是经常游山玩水的哈？是的。哦，那你应该对这种很多地方都很了解哈，漂亮的地方。还算可以吧。这个地方呢，我也不是第一次来。哦。这次来的时候，主要是想看一下那一位大叔，但是那个大叔好像都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住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从刚才的这一些生活痕迹来看，已经看不出，他在这个生活的有多久了。就是说，应该依我的看，至少有几年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居住了。我们刚才在他的像这种房子里面去看一下呀，里面有废弃的什么那个床啊，废弃的那个家用电器啊，全部都已经废弃了，而且感觉都已经是废弃了好几年的这种历史了，有点可惜了。这么一个山清水秀。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应该长期的住下来。而且我看它的房子修建都比较坚固，这个房子的修建呢，到现在已经是16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是在清朝的顺治年间嘛，或者说更晚一点点，就是大约是160多年。当时为了抵抗外面的那什么土匪啊、各种的侵犯啊，所以说就建了这样的一个营盘。好，给大哥点个赞，大哥了解太多了，又学习了一番。好。地方可以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哇，这个树子既然是从房子里面长出来的呢，你看，然后这里有一道门，你们再看一下这个墙，你看这个墙的这个宽度，你想以前这种修建，真的再比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建筑，这个以前这个古时候的人的这个智慧工艺。你看这城墙好厚，难怪这么多年都屹立不倒，真的是我们要值得学习，这些工匠精神不能丢啊！
你看这个墙，也是由这种青石叠加累积起来的。我们站在这里往下看，你们看，从这里这个墙站在这里往下看，俯瞰下面四周。这个山体的话，四周现在有的已经修建了这个工业，然后用房，还有一些当地的村庄，但是四周都比较平整，就唯独这里真的是360度，真的这个地方作为这个城堡修建来，就是说作为防范外侵来攻打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真的四周都可以观察得到，再加上这么牢固的一个修建城堡。是非常的占地理优势的，你看。好，你来看一下这个城墙以前的这个军事遗址，你看这么坚固的城墙，可想而知以前作为防范军事用地是多么的坚固。这上面的这个位置，真的是360度，真的看每个角落都尽收眼底，所以说在这上面抵抗外敌，作为这个防御外侵，这个选的这个地址呢是非常的占优势的。从军事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一览众山小，但是这四周都没有山，你看一望无际，都是平整的，所以说非常好。所以说作为当年屯军在这上面是非常占这个优势的。好，我们已经爬到了山顶。已经参观了这个山顶上的这些以前古代留下的这个军事屯军，就是作为一个防御外侵来的这个工艺，这个工匠。然后你们感出来是什么？是不是感触到古代的人的这个智慧，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没有用现在的这种高科技，既然用这上面的一石一泥一树就构建了这么多的一个就是坚不可摧的这个城堡，你看一下。所以说，经过这么多年，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还在这里屹立不倒，真的是非常牢固的一个军事城堡基地。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参观，也算告一段落。如果你对哪些东西感兴趣，还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带你们去了解更多的好地方。